这里就是比曹操1800年前修建的运兵道还要复杂神秘的山西张壁古堡。它地上是城，地下竟然还藏着一座令人惊叹的地下之城，里面不仅仅错综复杂，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整个古堡都是遵循中国古代的星宿与堪舆理念来建造的，地面布局与天上的28星宿相对应，被称为中国星象第一春。1600年来，也没有人能够揭开过它的秘密。里面不仅有古人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地道，还有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孔雀蓝琉璃杯。据说能够看上一眼的人都会越来越好。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张壁古堡，走吧。整个张壁古堡当中有很多的通道，今天呢，阿波就带你走一个秘密通道，它就在我们现在来到的张壁古堡的居民的家中。这个柜子看到没有？打开之后呢，就是通向1600年前张壁古堡的地下世界。整个张壁古堡的地道呢，据说有将近数10公里，还分为上中下3层，它就像一个地下的宫殿一样，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最深的地方据说呢能够达到地下的25米左右。你可能万万想不到，在1600多年前的古地道当中，居然还有专门养马的地方。看到没有？这就是喂马的马槽。这个马居住的环境还不错吧？在地下10几米的深度当中，马居然也可以在里头生活。所以在古代呢，这个地道它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要宽。因为经过历年的压缩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窄。从这里进来呢，就是整个地道最重要的地方，叫指挥所。我们说地道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为了防御。所以在古代呢，指挥人员就坐在这个地方，对整个地道的运营、防卫做出重要的指挥。下面呢，你会发现这里其实呢，它是一个炕，因为这个地道呢，它是在山西，所以山西冬天冷，大家都有烧炕的习惯。但在地道里面能够住炕的人他的级别一定不低。细心的你会发现，在门口呢还放上了一盏灯，它是处于照明的作用。所以古代的油灯就是放在这个小窟窿里头的。咱们再往下走，带你去看一看，它是一个斜坡，你发现没？越走越深，越走越深。我们目前大概在整个地道的地下10米的深度。这个地道在1600多年前，它是如何做到能够通讯的呢？看看我上方的这里。它呢叫做立体三通，可以通讯、通达、通风。因为地道里面它是一个密闭空间，需要氧气，所以呢这里就做到了通风的作用。而且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下面的人可以通过这里的台阶不断的往上攀登，达到一个通达的作用。如果再发生类似于特别着急的事情，需要传声的，在这个地方大喊一声“出事啦”，就会传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1600年前，这里呢就是一个传达站跟通达站。既然这个地道真正的作用它是为了防御，一定少不了机关陷阱。看看这个上方，这里呢就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在古代可好用了。假如说我是来犯的敌人，地道的环境我并不熟悉，我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那么上方突然落下巨石，我就当场毙命了。所以古人在里面设置了很多的陷阱来抵挡来犯。古代这样的地道最怕的就是敌人会采用水攻。你想想，在地下几10米，万一敌人把里面全灌了水，这可不完蛋了。所以古人老早就想到了它的排水系统，直到现在据说还能够使用。它的地形呢是外面高里面低，这里呢就是排水口了。到这里之后呢，里面又是4通8达往外面排水，所以直到现在这边也不会被水淹。既然这个地道它像一座地下城堡一样，那么它是如何得知地面上的情况的呢？请看这里窥探孔，它可以直接通上地面，能够窥探到地面的一切情况。那么古人是如何爬上去的呢？看到这里的小孔没有？这边的小孔呢跟对面它是相对应的，就这样的攀登，左右攀登就可以上去了。如果不说，你肯定不知道我刚刚就藏在这个地方。来看看，这里呢叫做猫耳洞，它呢是给当时防御地道的人站岗用的。如果有敌军从这个方向追过来，我藏在这里可以直接拿出武器冲出来，把它一下就解决了。
我如果没有拦住，没关系。再看看，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宽的猫耳洞，这里啊可以站2个人，是不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你知道这个门它是干嘛的吗？又窄又小。如果呀你是想冲进地道里面来进攻，地道的守卫如果把你抓到，就关到这里头。看到没有？上面写了3个字：俘虏窑。这里头啊又矮又窄。这个门这么小，有可能呀，它就是为了防止俘虏逃跑。咱们后面也小心一点，因为这边有一个陷阱。往我的头顶上看，这里呢就是地道里面的第2个陷阱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整个地道的中间，它有上中下3层，我们在中间1层，所以上面呢还有1层。如果走到这里不小心呀，上面那个木栏杆拿开，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人拿着枪，或者是拿着木棍，或者扔石头，把你在这里就地解决。退一万步说，这个地道下面万一真的发生了问题，到底该怎么办？不用担心，1600年前古人就已经设计了这个逃生通道。看到这下面没有？特别深，对不对？里面系了一根很粗的绳，万一有真的紧急情况发生，就把人一个一个的赶紧从这里往外逃生。你们一定会很好奇，在这个地道当中生活，他们的用水到底是怎么解决的？看这里，水井。1600多年前啊，古人就已经挖了我现在所带你们看到的这口水井。这口水井现在里面还有水，它不仅在地下可以用，地上的人通过这个孔啊，也可以把水桶伸下来，从井里面打到水，只是啊有点深而已。找了这么久，我都没有找到他们的厨房究竟在哪。你说在这么深的地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饭的呢？你们知道吗？评论区告诉阿波。从地道里面出来啊，你看这里就是将军住的地方，是不是觉得环境都好了很多？下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土炕，在土炕的后面有一个圆形的黑点，发现没有？那里呢就是将军跟他的警卫员通气的地方。将军如果饿了，对着那个黑点说一声，给我来碗山西刀削面，警卫员啊就听到了，给他煮碗面过来。所以那个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电话。张壁古堡里头，包括它的这个地下通道，当时到底是干什么的？现在呢还是个谜。但是古代有个人叫做尉迟恭，曾经呢就在这里囤放粮草的地方。看看没有？这里道道是天险，而且它是按照我们天上的28星宿来建造的整个张壁古堡的地上建筑。现在带你去看一看张壁古堡的地上建筑到底长什么样。整个张壁古堡它最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呢就是为了防御。你看呀，张壁古堡当中有很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丁字像，这边是竖，这边是横，刚好组成了一个丁字。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建设张壁古堡吗？因为啊，我根据这个当地的百姓跟我说，他说啊是为了人丁兴旺美好的寓意。但是为了防御的设施来说的话，这个丁字形这条路呢，它是比较畅通的，只要把我身旁的这个大门一关，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闭闭空间。所以这样子啊，有利于整个地方的防御功能能够更加的稳固。那么张壁古堡里面还有一样宝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孔雀蓝的那个碑，据说看上一眼的人都能够好运连连。整个张壁古堡它的很多建筑呢，都是根据28星宿啊结合来建造完成的，所以说它也被称为中国星象第一纯。来到张壁古堡，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房檐上的这些琉璃雕塑，它们呀可是明代就已经存在了，保存到现在依然还是焕然一新，非常的完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啊，这还不算什么，这边还有2件罕世珍宝，看到没有？叫孔雀蓝琉璃杯，目前在整个中国只有这么一对，都在我们的张壁古堡里头。因为在古代呢，介休这个地方啊，就是以琉璃为中心的，他们烧琉璃的工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相比拟的。这就是孔雀琉璃杯了，是不是特别的精致？虽然说历经沧桑的岁月，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奢华。据说看上它的人都能够好运连连。关注阿波，下期视频带您走进河南开封府。